男人只是参加了天赋考核测试，竟让所有人震惊在了当场，就连世界顶尖的猎人协会都不惜重金邀请他加入。只因男人觉醒的是 SSS 级分身术，每具分身都拥有本体的100%力量，并且分身的修炼也会毫无保留地转移到本体，他只需要在家躺着就可以成为世界最强。可在3天之前，他还是一个死肥宅，为了能够获得天赋，他参加了考核试炼。不过他心中并没抱有太大的期望，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觉醒天赋。所谓天赋，那是1000个人当中才会出现一个觉醒者的小概率事情。今天的觉醒仪式极为重要，猎人协会主电台的人都出现在这里现场直播。很快，工作人员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拿出特制的扫描器扫了一下我手腕上的腕圈，确认无误后，他让我踏入前方的传送门里，只要把手伸进去就可以激发自己的天赋。下一秒，我就来到了传送门面前，传送门爆发出来的磅礴能量让我有些吃惊。下一秒，我直接将手伸入了其中，我的脑海里传来提示音：授权系统使用权限已登录完成。再次睁眼的时候，我发现大脑一阵的疼痛，好像刚才晕倒了。不过我顾不得那么多了，立即打开状态窗看看自己觉醒的天赋。在我的窗口界面上，最下方有2个分身术的技能，然后我点了进去查看具体的信息。第1点，级别越高能召唤的人数就越多。第2点，本体和分身会有连接。就在我研究的时候，一个青年打断了我，他询问我觉醒的是什么天赋。他也是猎人协会的，是专门发掘猎人的探子。我没有隐瞒，我直接告诉他我觉醒的是分身术。听到我觉醒的是分身术，那人当场就愣住了。我有些疑惑，分身术这个技能不是挺强大的吗？为什么他会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原来探子以为我觉醒的是幻影分身术，这一类的天赋对实力帮助不大。我内心哈哈一笑，我觉醒的可不是幻影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分身术。看到男人如此嫌弃的表情，我也没必要和他谈下去了，当即就想回去研究一下我的分身术。于是在会场内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天赋之后就离开了。回到家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体验一下分身术的能力。下一秒，我按照操作发动了自己体内的魔力，开始催动自己的召唤术。一瞬间，一股蓝色的能量气态从我的体内缓缓的冒了出来。当施展完分身术的技能后，我大吃一惊，因为站在我的面前的是与我一模一样的身体，不过他身上并没有衣服遮体。我有些震惊分身术的强大，就算是照镜子应该也没有这么真实的感觉。我触碰了一下他的身体，不论是感觉还是皮肤的触感都是绝不是幻影。我看着蛋蛋有些尴尬，还是先给他找一件衣服穿着吧。片刻后，我给他拿了一件我平时不穿的衣服，接着我指定他做了几个动作，发现他完全就是听命于我。就在这时候，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打开一看是我的朋友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天赋，然后迫不及待的跟我炫耀。我光回复着朋友的信息，忘记了对分身取消指令了。朋友的信息快速的传来，他还嘲讽我最好是觉醒一个打滚的技能，这样以后出门就不用坐公交了。我懒得搭理他，只感觉他真的好啰嗦。突然我的界面上传来了提示，我的体力提升了0.001，这就让我有些疑惑了，我面前的分身怎么消失了？1个礼拜后，我的身影出现在了附近的公园里，一旁的路人看到后都有些惊讶，这个人好像从早上跑到现在一刻都没停吧。殊不知在公园跑步的是我的分身，我通过分身的锻炼，让我这1个礼拜中体质迅速的下降，很快我的身体就直接瘦了20多斤，成为了一个瘦小的帅哥。而且我发现我的个子也长高了一点，现在除了我的体力有所上升之外，我的耐力和爆发力都有所提升。通过这几天的训练，我了解了一些分身的事情。第1点，那就是分身所感受到的痛苦和伤害并不会传达给我。第2点，如果分身受到了伤害超过极限或者体力耗尽，那么就会消失。第3点，当我成长时，分身也会随着我成长。第4点，那就是即便我和分身离得非常的远，我也能够通过意念控制它。第5点，我的分身并没有办法产生分身。我叹了一口气，如果分身能够使用分身术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无限分身了。除此之外，我还在网上查询了各种的资料和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值。能力值为1，是人类可以发挥出最大的能力值。能力值分为一般能力值和特殊能力值，大部分觉醒者在觉醒之初只会激活一部分的能力值，而一些特殊的能力值也有特殊的获得方法，但是这些并没有公开过。下一秒，我打开了能力值的面板，发现我的属性都在E以下，不过对此我已经很满意了，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分身术的存在才能让我迅速成长。突然我想到一个点，如果我跟分身一起训练的话，那么我的能力值会不会有些提高？但是随即我就打消了念头，我都已经有分身术了，干嘛还要让自己那么累？干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分身做。这天我在床上刷着手机，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上面播报的是一些年轻人执着于猎人的职业，因为猎人每年都可以挣100万的收入，这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梦想。想到这里，我忽然的站起身，之前我还想着让分身去打工赚钱，简直就是太愚蠢了，我干脆让他们去参加猎人的工作多爽。想到这里，我直接抓起地上的衣服，嗖的一声穿好衣服，就让我的技能试着去做一个猎人。所谓猎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主权的存在，而他们就是专门利用自身的能力与怪物厮杀，最终从怪物的身上夺取到相应的宝物换取报酬，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猎人。所以我只要通过考试就能获得由国家颁发的资格证，就可以开始猎杀怪物了。很快我就来到了猎人大楼中心的门口，进入里面后，我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并没有什么人来参加资格证考试。就在这时，现场的工作人员说20分钟以后将截止猎人考试入场。想到这里，我赶忙前往猎人资格证的考场，可是一进门之后我就彻底懵了，房间里面挤满了猎人，并且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凶神恶煞，这让我吓得胆颤心惊，只能找一个位置坐下，不敢抬头。身旁的2人都纷纷嘲笑我是一个傻子，像他这种人也
也赶来参加猎人考试。不一会儿，猎人考试的考官入场，他是 C 级猎人的韩明焕。这次猎人考试分别由笔试技能考核和技能检测组成，如果有人作弊的话，那么将判定不合格，并且永久不能再考。韩明的气势把我看得一惊，这种压迫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随着他一声令下，本次的猎人考试正式开始。另一边有个男人在疯狂的开车赶往考试现场，他一边开车一边挨骂，真是要死了，都怪那个上级废话啰嗦的，导致他现在差点赶不上猎人考试。很快第一轮的猎人考试结束了，我也顺利的通过了 F 级猎人考试。这次的考试我感觉就跟思想道德课一样，完全没有实战的内容。再怎么说猎人都是要拼命搏杀的，这么简单的考试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搞得我现在好像有一种错觉，就好像国家让我们通过考试成为猎人一样。我叹了一口气，现在多想也没有用，还是看看接下来怎么做吧。这时我注意到前方有人不断的给刚考完试的猎人发名片，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工会在招揽新的猎人。与此同时，我的身后也响起了一道声音，是恭喜我通过猎人资格考试的，他是 JM 经纪公司的江俊模，他的工作本质就是联系猎人购买装备，然后从中赚取一些差价和服务费。就在这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弹窗，上面显示我的分身术技能级别上升，通过消耗精神力召唤分身，级别越高召唤的人数就越多。随后我马不停蹄的离开了这里，准备以后再联系他详聊。回到家之后，我不断的捂脸狂笑，我就说我的分身术是术士的吧，现在我的分身术级别有所上升，已经可以同时召唤出了2个分身术了。另一边忙活了一天的江俊模好不容易有了喘息的休息时间，可一道铃声打断了他的休息。这次的电话是我打给他的，因为上次走的匆忙，所以这次想好好的聊一下。我们约了一个餐厅在这里会面，他来到之后，我给他招手示意了一下，我和他讲述了一下我的需求，就是需要找一个初级猎人比较安全的狩猎场，而我也告诉他我的技能是分身术。听到分身术3个字之后，他的神情明显有些犹豫。他以前见过分身术这个技能，但只能召唤出幻影，并非实体，所以分身术如果召唤不出实体的话，那么想在狩猎场上有一番成绩确实是很困难的。他结合心中的猜想给我推荐了一个合适的场地，而且手里拿着一个合同。他要推荐的第一个狩猎场是史莱姆猎场，那里虽然小不危险，但怪兽死后会释放出酸性体液和毒气，猎人需要穿戴防护面具和防护服。而第二个地方就是狡兔狩猎场，和史莱姆猎场相反，这里虽然可以长时间的作战，但狡兔非常的难抓，而且收益也不是很高。还有一些其他的狩猎场推荐，但相比前2个之下，这个还算是比较危险的。我看了一下合同的介绍，这2个地方都还不错，我对装备买卖结算比例也很满意，于是我大手一拍，直接想和他签下合同。男人闻言呵呵一笑，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开单了，于是问我想要先从哪个狩猎场开始。下一秒我直接把带着名字的印章盖在了合同上面。你可能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个2个地方都还不错，所以我打算同时在这2个地方同时的狩猎，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的收益最大化。这让男人无比的震惊，同时也陷入了沉思。曾经的他也见过拥有分身术能力的猎人，虽然他们的技能非常的炫酷，1秒之内就能召唤出数十个分身，可是这些分身并不是实体，所以无法对任何的事和物造成伤害。但是眼前这个分身却完全不一样，这个分身可以看合同，还可以喝桌上的饮料，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技能，所以突然见到之后有些震惊。震惊之余，他突然问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这不会是你的双胞胎吧？我哈哈一笑，你这么想也倒是正常，毕竟你之前并没有见过。我一指我的分身，这个分身是我实打实的技能，并不是所谓的双胞胎，而且除他之外，我还有一个分身被我派去健身去了，因为只有我的分身越强，我就会跟着越强。这下他陷入了沉思，分身的提升可以增强本尊的实力，因此他这么厉害的技能不可能止步于 F 级猎人，他肯定以后非常有潜力。我打断了他的思绪，我们还是聊一下是我那场的问题吧。虽然我没去过狩猎场，但是同一时间同一个人出现在不同的狩猎场有问题吗？他给了我一个答复，无法同时进入狩猎场，因为有记录，这让我有些憋屈。看样子真的是我异想天开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他可以和猎人协会协商一下进行调整，不过到时候需要我的身份手环和展示技能，所以需要我一起去。于是我们达成了合作，约定在2天之后的猎人会场见面。2天很快过去了，我来到了猎人会场的大门口，但是四下观看后并没有发现他。突然有个声音叫住了我，我扭头一看，他竟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对于我提前到来，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看见他。我们2个人来到了猎人的大厅，因为有他的存在，所以手续处理起来特别的顺利，剩下的只要我展示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我当即开始凝聚魔力，集中在我的胸口之处，缓缓的有一团雾气慢慢的形成。下一刻，一个实打实的身影出现，还是没有穿上任何的衣物，这把我看得尴尬无比。一旁的审核员看了都有些额头冒汗，这小子长得不赖啊。通过了权限的放开，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打造了一个副手环，身份手环的权限申请已完成，分身可以通过指纹识别进入狩猎场。考虑到分身术的特点，他已经在手环里设定好了分身可以同时进入不同的狩猎场。处理好了一切之后，我并不知道楼上有一个人正盯着我看。男人呵呵一笑，他还当以为是谁呢？那不是巨魔吗？随即他轰的一声直接从2楼一跃而下，身影稳稳地落在了地面。看到来人之后，我也是大吃一惊，他是从什么地方跳下来的？大叔正好也认识他，询问他有什么事情。他已经离开了公司，和公司已经没有关系了。男人听到之后呵呵一笑，你离开公司之后就是自讨苦吃，明明以前可以管理 B 级和 C 级的猎人，现在非要成为管理一个 F 级的猎人。看到他疯狂的嘲笑我，有些受不了了。我一把抓住了
大叔的肩膀，大叔不明所以的看向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落在对方的眼里可不一样。看来你这个 F 级的猎人有话要对我说呀。男人阴险一笑，身上的气势陡然爆发，还不等我开口说话，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我的身后，这让我大吃一惊。这个人的实力非同凡响，不过好在正好有一个人过来打断了他的行动，于是男人骂骂咧咧的就走了，走之前还让我好自为之，跟着这种人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另一边我的分身在训练营已经训练了一个上午，除了喝水补充体能之外，他就没有任何的停歇。一旁的人看得胆战心惊，生怕他下一秒就被郜林给压死，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给他发了一个简讯，让他运动之后来健身房门口等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把2号的分身介绍给了大叔，大叔也是二话不多说，直接给他戴上了防毒面具。下一秒我悲壮的看着2号分身进入了试炼场，希望他一定要好好的努力的干。大叔看我的表情有些鄙夷，你这个家伙真的是没话说了。然后我让他别愣着了，赶紧带我去狡兔狩猎场。来到这里之后我懵了，没想到这里面聚集了这么多的猎人，而且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重型的狙击枪和猎枪。大叔手指一抬，我们在4号区域。大叔询问我对射击有没有信心，我呵呵一笑，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在猎人考试的时候只打偏了3发子弹。大叔看着我自信的模样有些无语，考试的靶子离得那么近，你竟然还打偏了3发子弹。下一刻我坐在椅子上摆好架势，开始瞄准狡兔。武藏山的小兔们，你们都等着吧，谁都无法逃过我的鹰眼。大叔听到这话气得捏紧了拳头，还好其他人都戴了耳塞，听不见我说什么，不然的话肯定要引起一顿揍。我缓缓地将狙击枪的瞄准镜对准了狡兔，我异常的激动，大喊一声，我发现狡兔了。那一声枪响，我直接发射了子弹。时间过去3个小时，狩猎场的枪声不断的砰砰砰，但是我却崩溃了。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我还没有狩猎到一只兔子。一开始我瞄准的时候还挺顺利的，但是枪声一出，兔子就像是瞬移一样离开了原地。没办法，我太菜了，所以只能让1号去完成这个任务。只要没打中一只，就用手机给我发一个1；如果子弹打完了，就给我打电话。我长叹一口气，看来猎人试炼根本就不适合我，还是交给分身最为稳妥。回到家里，我就看着信息面板上不断提升的魔力信息，看来我的2号分身猎杀史莱姆挺顺利的。虽然我的魔力一直在提升，但是面对今天那个怪物还是大巫见小巫，像他们那种人不是我现在能够解决掉的，所以我现在也不能想那么远了。睡觉之前我想着1号如果能够杀几只兔子就好了，然后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入睡。可在我睡觉的过程中，手机不断地在响着，仔细一看的话，上面全部都是1号发来的1。结果第2天我和我的经纪人全部都惊呆了，只见这个狡兔狩猎场的所有兔子全部被我的1号分身杀个精光。很快我的经纪人就赶到了史莱姆的试炼场地，到了这里他无比震惊地看着8桶史莱姆的体液，但没想到我居然用了1天的时间就收集了8桶史莱姆的体液，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吃惊，不断的让我的分身跟他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因为我这个分身已经不断的在流鼻血，下一刻可能就会消失。当下我的经纪人给我打电话，现在不是愣神的时候，必须要立即通知郑尚宇猎人。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的经纪人心中难以抑制的喜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分身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把所有的桶给灌满了。现在我打算找怪物尸体回收队来帮忙，你也可以让2号停止狩猎了。我尴尬一笑，那真是太好了，不过你能不能也派一个回收队来到武藏山的狩猎场，因为我的1号分身已经在这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对着兔子的尸体议论着，这个人到底杀了多少只狡兔啊？甚至有人拿起手机偷拍视频直接发布到了网上，而我此时的这个分身已经满手鲜血，甚至有工会直接过来邀请他加入。你的狩猎实力让我眼前一亮，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工会。但是我的分身却沉默不语，因为除了我之外他不可能跟别人有任何的交流。气的那个人差点把手中的名片给捏碎了，不过他还是忍了下来，毕竟一般有实力的人性格也比较古怪。就在这时，身后的人让他放弃拉拢我，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经纪人找我的分身聊过天了，但是我的分身并没有搭理他们。就在此时，我鬼鬼祟祟的来到了他的身边，我递给了他一个箱子，并且给他下达了一个任务，而这个箱子里面的全部都是刚拿过来的子弹，目的就是让这个分身继续狩猎，不要停歇。我拍了拍他的肩膀，1号，你做得非常好，那么请你继续狩猎吧。听到我对他的赞扬，1号分身非常的感动，下一刻他直接拿起狙击枪上膛继续开始狩猎。一旁的众人看到之后都懵了，难不成他不休息还要狩猎吗？但是也有人让他们安静一点，他想看看我的分身是怎么抓狡兔的。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思考，我之前可能对我的分身有些误解，现在我的风声只有我的50%的能力，我单纯的以为他们只能发挥出我行动效率的50%，但是仔细一想，他们拥有如同机器一般的任务执行能力，没有一丝犹豫的判断力以及高度的集中力，所以分身可以完美的完成任务。就在这时，我的思绪被一个女生的声音给打断了。女孩歪着头询问我刚才在想什么事情，连续叫了好几声都没有应答。她是我的学生，是我之前找的一个家教家中的小孩，她的成绩特别的差，经过我半个月的精心辅导，她的成绩比以前更差了。我回答了她的问题，刚才我在想，之前我去的那狩猎场结果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女孩豁然起身，惊讶的询问我，难不成老师你也是猎人吗？随即她拿起手机询问我知不知道今天有一个热门任务，今天大家全部都在讨论它。当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一口盐汽水直接喷了出来，这不就是我的分身吗？我颤颤巍巍的转过头，这个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女孩把手机又拿近了一些，今天的网站上全是讨论她的拍这段视频的时候，她已经杀了200只狡兔了，听说她还刷新了狡兔狩猎场的记录，并且有人采访她叫什么名字。这时我的分身说了一句非常中二的话，我是武藏山鹰眼。我有些吃惊。
惊，他说的是啥呀？难不成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取的外号吗？小夏看着手机有些憧憬，其实他的梦想也是成为一个猎人，虽然他也觉醒了一些能力，但是由于胆怯并没有去狩猎场。你说他害羞着问着我，如果他这次考试能拿到全班倒数第2，能不能让我带他去狩猎场？我叹了一口气，这个丫头真的是，如果她真的能拿到倒数第2的话，我也是可以带她去的。和小夏约定好了之后，我就准备离开了。她的妈妈非常的和蔼，让我下个礼拜接着给她的女儿辅导。当我走后，小夏异常的激动，没想到老爸给她找的老师竟然是一个猎人。最后他大手一招，一个光球就出现在了她的手上，这下她就和我有了共同的话题了。一开始老爸给她找来的人她还嫌弃，但是经过半个月的接触，发现成绩虽然没有提上去，但是她感觉我非常的亲切，还很有耐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长得非常的帅气。下一刻她坐在桌子面前发誓，她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争取考个倒数第2。上完补习课之后，我就来到了狩猎场，发现我的经纪人正好也在这里。因为他叫回收队处理怪物尸体的时候，他必须要在现场盯着。回收队的人不断的在清理的怪物尸体，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就杀了这么多怪物的尸体。仔细的清算了一下之后，发现总共击杀的兔子一共有300多只，我的余额也达到了惊人的8位数，这把我吓了一跳。接下来的3个月就算是啥也不干都花不完。经纪人哈哈一笑，我的狩猎实力已经超过了 S 级了。他是按照1级猎人的结算标准，以83%的结算率给我结算的。我摸了摸脑袋，有些不好意思，那真是谢谢你了呀，但我现在还是一个 F 级猎人。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一个矮老头指着经纪人说道：“那个小子就是你们公司的猎人吗？”经纪人也搞不懂他想干什么，男人的脸上露出了凶狠的表情：“你不用管我是谁，但是我们的猎物被你们给抢了。今天他并没有击杀到1只兔子，搞得他今天的狩猎计划全泡汤了，所以他这次是想要找我要点补偿。不过这个人的脸皮真是有点厚啊。”经纪人凑近了我的耳朵边低语：“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人。”我仔细的想了想，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大男人狮子大开口，他也算是有良心的人，只要我给他结算20%的金额就行了。听到这话我差点气笑了，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最近我拍了拍分身的肩膀，你不用担心，这个猎人短期之内不会再来这里了，后面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狩猎。最后我就让经纪人离开这里，但是没想到男人怒火中烧，他让我不要走，他还有话没说完，可是我直接无视了他的话，让经纪人带我去喝咖啡。男人有些气不过，从来没有人敢看不起他，随即挥着拳头走过来。见此情况，我让1号给我上，不把他揍得满地找牙不罢休。下一秒分身就来到了拳头的面前，可是没想到男人竟然一拳就击中了分身，这让他自己都有些诧异。分身的身体直接被他打飞了出去，连续的咚咚几下的碰撞声，分身的身体重重的倒在了墙壁上，并且他的双眼瞪大，口中吐出一抹鲜血。男人吓了一大跳，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好像也没有用劲呀。而这时我早已经拿起手机开启了录像，这个人竟然下手这么重，竟然将人给打死了。我还装模作样的跟经纪人说道，如果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去，那么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吧。男人左顾右盼的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什么人，然后赶忙来到我的身前道歉，然后让我不要把视频发到网上，他会做出一些补偿当做医药费。2分半后，我才从经纪人的口中得知他是彗星工会的人，而这次的事情跟他也有关系，肯定是彗星工会的会长想要对他报复。我脑海里想起了上次在大厅遇到的那个男人，以前他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发生，只要他这个公司签约的猎人都被他们给骚扰。我吸溜着奶茶自己听着他的话，正是因为他们的骚扰，所以公司现在只剩下几位 F 级的猎人，经纪人也无法做出保证，说不定后面还会有人继续骚扰我。我呵呵一笑，让他不要担心，这些我只想跟他签约的时候就已经了解过了，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被他们给骚扰了呀。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快速变强的方法，于是接下来的2个半小时里，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了经纪人听。经纪人陷入了沉思，我这个方法确实不错，他之前也有想过这个方法，于是他拿起本子开始计划着，准备明天下午2点半就开始实施计划。而我们的计划地点就是猎人市场。早期的猎人们都是用物品交换的方式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装备武器，而猎人市场在物品交换盛行时引入了百货大楼的形式，这让猎人市场发展得到更加规范的主导地位。而我和经纪人来到这里买了一套装备，武器的话我选择了枪械作为主武器，匕首就是一个副武器，然后我让老板再给我3套一样的防护服，打算给我的分身们一人安排1件。买完准备之后，是经纪人问我要不要看一看技能，有一些技能是需要购买的，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技能专卖店，四处看了一圈还没有遇到合适的，而好一点的技能都是非常的昂贵，其中这个与召唤兽共享感官视野就价值1-2千万韩币，这让我有些心痛，这哪里是我能够承担得起的。于是我不好意思跟经纪人准备预支一些费用，等以后赚了钱之后再还给他。经纪人虽然有些心痛，但还是准备给我拿出5千万的预算出来。我长舒一口气，看来钱的问题可以解决了，而且买节能也是可以办理分期的，5千万的预算足够了。我看着这个技能越看越喜欢，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来走，这笔钱很快就能够赚回来。回到家之后，我仔细的查看了一下这个技能的说明书，只需要在技能球中注入魔力就打开激活电源的开关。我缓缓的将手放了上去，并且慢慢的推动体内的魔力调动到手上。下一刻我一按开关，希望能够与我想象中的一样，嗡的一声，这颗技能就发出了刺眼的金色光芒。下一刻技能面板出现，你已学会了家族技能，技能信息允许使用者与从属对象共享感
官。我扭头看了过去，刚才的那个技能球化作一阵白烟消失了。技能准备好了之后，我缓缓的起身，准备让1号和2号集合。一瞬间，2个分身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时，我缓缓的说道：“现在我们就一起出发吧。”之前我和经纪人讲述计划的时候，我也有些拿不准，分身的能力只是我的一半，但是分身却抓住了超过300只的狡兔，但是我却连一只都没有抓住。还有之前被彗星公会的人揍了一顿，也是我特地有意为之的。如果我下定决心，我的分身说不定还能够制服他。经纪人一听就听出来了我话里的意思，也就是说，就算技能指数很低，但是他们控制身体的能力却很出众。我直接给经纪人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和聪明人讲话就是不费劲，我就是要利用这2个优点让我迅速的变强。而我现在需要2个地点作为提升实力的必要场地，第一个是可以练习近身武器的训练场，第二个是可以练习射击能力的射击场。于是我的2个分身同时抵达的这2个地方开始训练。这一次只要给分身足够的时间，那么我的实力是可以迎来一次飞速的暴涨。而我对老板的要求也很简单，对近身战的要求是立即开始对练，对射击的要求是用手枪打飞碟。分身准备好了之后，就开始了长达2个半星期的训练。他们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大，控制身体的能力也非常的协调。很快2个分身就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全场最佳的成绩，这把2个场景的老板都给看傻眼了。来的这个家伙这么变态的吗？竟然只用了2个半星期的时间就打破了全场最佳的记录。而我最重要的王炸就是家族技能，因为只有这个技能是可以让我的各种的感官都能和分身连接起来，所以我大胆的想象了一下，如果我对练近身搏斗和射击的分身使用了家族技能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我来到一个空旷的场地，准备实施这个实验。下一刻家族技能发动，磅礴的魔力从我的身体上溢散而出。在这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各种的力量集中在我的身体，那种感觉就好像我附身在了分身的身体上面，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仿佛身临其境，还有他的肌肉运动以及力量的流动都被我深深的吸纳到了我的经验中，以及射击方面的呼吸调整也被我给吸取到了经验。每一次的瞄准手感和视线方向不断的加深着我的能力值提升，而我本人只需要站在这里释放魔力，感知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就可以了。我缓缓的睁开眼睛，我感觉我的实力又强劲了一分。这一刻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躺平，之前让分身们打工简直是太愚蠢了。我抬起自己的手臂，感受着刚才所经历的一切，那种棍棒在我眼前划过的感觉，简直就比现场经历的还要有冲击感。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分身产生的疲劳感我都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但是又不会让我的本尊受到任何的体力值下降。这样不是我亲自的去练习，但是我附着在分身上的技能却可以共享练习时的感觉。长时间的积累之下，我可以做出和分身们一样的掌控力以及身体的调动力。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我的系统面板上就提升了耐力值和爆发力。我活动了一下身体，准备接着感受分身们的所有行动。下一刻，我沉浸心神，仔细的感受了一下对练场的分身。此刻训练场中，分身准备和馆长来一场对决。我从分身的感知中感觉到了对方是非常的强大，这不禁让我吞咽了一下口水。就连其他的馆员都有些意外，今天的馆长怎么亲自出马了？刷刷几声，我率先出击，2个棒子不断的击打着馆长，就连馆长对我的攻击都有些应接不暇。他的心中暗暗吃惊神奇，虽然他的攻击不太娴熟，但是他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大，并且每一次都能够比他的致命伤害，就感觉他的动作十分的完美，还有观赏性。下一刻，我的身形一动，2把木剑插在一起挡住了馆长的攻击。这一击我虽然挡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感觉到手上有些刺痛。砰的一声，我的身影快速的接近，压迫着馆长的木剑。馆长这下有些不淡定了，刚才那一击非常的沉重，就好像对方在学习他的攻击方式一样。嗖的一声，馆长的右臂猛地一甩，将我的身影暂时击飞了出去。但是仅仅在一瞬间，我就稳住了身体，并且发动了下一轮的攻击。嗖的一声，我瞅准馆长的就力，用尽心力未出，直接一剑击中在了馆长的要害。下一刻，馆长的身体就被我包围在了死角之处，然后我瞅时间，迅速的靠近他的身体，一剑斩下。这一招他无论如何都是躲避不了的。可没想到馆长突然呵呵一笑，你这个小子还是太嫩了点。然后就看见他以一个飞人的角度直接跃上空中，来了一个后空翻，并且手中的长剑已经蓄势待发。我大吃一惊，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哐当一声，馆长的2把木剑打在了我的木剑上。其他人看到之后哈哈一笑，馆长不愧是馆长，不过刚才那一招还挺危险的，我疼的都快哭出来了。伪附身之后，我是可以亲切的感受到疼痛的，我只感觉我的手腕似乎快要断裂了。馆长缓缓的站起身，询问我还要不要继续对练。我用感知联系了1号，询问他还能不能坚持得住，如果坚持不住的话就停止训练。1号并没有回复我的问题，而是身影快速的闪动了起来。下一刻，让馆长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1号的身体100%的模仿出了刚才馆长的动作。这一幕在场的人再也绷不住神情，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这样的绝招都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此时我感觉我的身体也腾空而起，没想到1号刚才竟然模仿了他的动作。1号缓缓的起身，严肃的说道：“请馆长再和我对练一次吧。”馆长对此也是比较开心的，毕竟能和天才对练也是他想要的结果。我松了一口气，看来他这边并没有什么问题，暂时身体也不会达到极限。于是我的意识就附着到了2号的身体上，刚感觉到2号的身体，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飞盘被2号直接给打碎了。这把我看得一脸懵，这个2号怎么回事啊？竟然把别人的飞盘给打碎了。但是好在别人并没有察觉到自己飞盘被别人打碎的事情，还一个劲的在那边炫耀着，身后也有一个美女在夸赞着那个富二代的枪术不错。见到没有被发现，我的心就定了下来，接下来就开始好好集中注意力射击。此时又有一个飞盘被扔在了空中，分身此时正做着射击的标准动作，
先把上半身给固定住，对，然后保持姿势不动，按照飞盘的飞行轨迹缓缓地移动手枪。当自己的瞄准点与飞盘的飞行轨迹重合的时候，啪的一声枪响，直接打碎空中的飞盘。2号分身的每一个动作和细微的感受我都要记清楚，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强大。很快1天的时间就悄然而过，而我也收回了感知，回到了本体之中。这次和1号和2号的连接共享简直就是太累了，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吃苦了。而且我发现回到本体之后，我感觉到有些头晕目眩，可能是我的魔力不够了。于是我坐在长椅上好好的休息了一下，并且感受着今天的所有的迷雾。我想着下次跟他们一起去实操一下，看看我学的怎么样。就在这时，小夏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身侧，我有些诧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怎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家？殊不知我小夏聊天的时候，在不远处有一些人盯着我们看着。我这个人就是之前在狡兔狩猎场被我敲诈的男人的老大，而这次这个胖子找到了我，就是为了帮小弟报仇。就在我和小夏闲聊的时候，那几道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聊天。为首的男人带着2个小弟缓缓地朝我走，并且一脸笑意地和我打招呼。小夏看到他们有些害怕，询问我认不认识他们，而我的目光看到了男人身后的寸头男，我暗骂一声该死，这个家伙肯定是吃了上次的亏，所以过来找我报仇的。于是我心念一动，让1号和2号集合，并且我的身影窜到了小夏的保护他。男人阴险一笑，我的小弟上次揍人被你拍到的视频，我希望你能够删掉他。我的额头有些冒汗，原来他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我也没有犹豫，直接把我的手机递给了他，毕竟我的身后还有小夏需要保护，在这里动手显然我是吃亏的一方。不过我的手伸到了一半就停了下来，我要是把视频删除了，谁能保证你们不会继续找我的麻烦？男人一摸嘴角的牙齿，露出坏坏的笑容，看来你这个家伙是一个聪明人，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你。听到这话，我阴沉着脸把手机收了起来，看来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打算和我善了。我命令小夏赶紧找机会逃跑，这里就由我来拖着。咔嚓一声，胖子老大扭了一下手腕，准备开始行动。我的眼睛无比的严肃，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实战的机会。我双腿一蹬，摆好了架势，只要打赢了你们就行了。下一刻，他的2个小弟率先而出，朝我的面门攻击过来。砰的一声，我的头部不小心被那个长发毛给击中了，紧接着是那个死平头突然给了我一脚，咚的一声，我的头部被那个长发毛狠狠的暴击了。小夏顿时就慌了，老是一个人打他们2个显然就很吃力。我暗骂一声自己太弱了，明明分身那么强大，但是我的本尊竟然这么弱。但是没想到的是，小夏突然站在了我的身前，他的手指慢慢的揉搓，在手上搓出一个金色的小球。最后他壮起胆子喝道：你们不要过来，不然的话我对你们不客气。我一扭头才发现夏言的身体有些不对劲，因为他的身躯有着明显的颤抖，这种颤抖是自身控制不住的，可能是由于害怕导致的。该死的小平头突然愣住了，原来你这个女孩儿竟然是一个觉醒者。啪啪2声，身后的老大一人给了他们一拳。你们愣着干什么？不就是一个女觉醒者吗？夏言看到老大是这个样子，突然有些害怕，他本来想用觉醒者的身份吓一吓他们的。最后老大的身影缓缓地接近了夏言，夏言吓得惊叫一声，然后释放出了手中的魔力。砰的一声，那道金色的小球重重地砸在了老大的身体上。虽然场地上爆发出了不小的声势，但是仔细一看，老大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老大呵呵一笑，就凭你这个三脚猫的技能也敢出来卖弄，真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最后他抬起手就要给夏言重重的一击，让他沉沉的睡过去。但是好在我的身影快速的接近，一把就推开了夏言。我的目光狠狠地盯着老大的眼睛，你这个混蛋不会欺负一个女孩子，有什么事情就冲我一个。我的话音刚落，我的拳头上就凝聚力量朝着老大的头上来了一击。这一幕把夏言都整得有些惊呆了，但是我却如临大敌，这个家伙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刚才和2个小弟对战的时候，我隐隐地感受到了对练时候的感觉，空气的时候不能只挥动胳膊，而是要先从腿部凝聚力量到腰部，然后再把力量从腰部转移到胳膊上，只有这样的攻击方式才能让自己的攻击力能够打出穿透性的伤害。不过一人难敌6拳，在我攻击之后又有一个小弟攻了上来，这招我是肯定挡不住的，也是我转攻为守，用身体承受住他的一切伤害，并且用左拳打出自己的蓄力一拳。虽然这是自损1000伤敌800的破坏性招式，但我眼下也只能用这招来震慑他们了，只要他们怕了我就肯定会逃走的。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刚才的一击竟然引起了老大的愤怒，你这个小子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看到老大是这个状态，我立即摆好架势，刚才他那一拳我打得不轻啊，竟然这么快就想个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砰的一声，老大快速的挥出一击，我也迅速的做出了防御的姿势，但是我的手臂还是隐隐的刺痛。从我颤抖的拳头上，我感受到了一点，眼前这个家伙绝对是觉醒了力量的觉醒者，所以我绝对不能再被他打中了。可下一刻，那个老大顶着肥壮的身体朝我冲了过来，嘴上还挂着一丝邪笑。只听砰的一声，我一个侧身闪避，快速出拳击中在了他的锁骨上。随后我绕到了他的面前，左右手开弓，砰砰砰的不断的在他的脸上攻击着。老大的脸上被我揍得跟猪头一样，自己一股愤怒包裹他的全身，他只想把我抓住，然后给活活捏死。而我的空气虽然每次都能攻击到他，但是对他的伤害并不是致命的，所以我只能慢慢的积累对他的伤害。老大再一次的攻击却被我给躲闪开了，这也就意味着我的反击的号角大打响了。我迅速的转身，离奇角度刁钻的轨道狠狠的
地击中了老大的下颚，连续几番的攻击让他的小弟都有些不忍看下去。可就在我准备继续攻击的时候，我发现了不对劲，老大的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你这小子下手可真狠啊！随着他的话音刚落，他的手臂肌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起，轰的一声，他的手臂猛地向后一甩。光从这招的架势上来看，这绝对不是我能够承受的。但是刚才那个动作幅度很大，所以我还是有机会退到后面去的。可不妙的是，正当我往后退的时候，一个手掌抓住了我的脚踝。我偏眼往下看，原来是刚才倒在地上的小弟趁我不备偷袭了我。我们暗骂一声该死。这个时候我已经动不了了，因为我的肩膀已经被老大死死的抓住。咚的一声，我结结实实的受了老大一拳。仅仅是这一拳的攻击，就让我把大前天晚上吃的饭差点吐了出来，下言吓得失声大叫，生怕我挨不过刚才的那道攻击。我的身体重重的撞在了身后的大石柱上，身体掉落下来之后，我大口的喘着出气。刚才那一拳的攻击让我气都有些喘不过来，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呼吸，不能在这个时候自乱了阵脚。但是灾难总是接踵而至，黑老大的攻击很快就要降临我的身上。轰的一声，在黑老大那个位置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爆炸声，这让老大的后背有些刺痛。原来那道攻击是小夏打出来的，并且他的手上还受了不小的灼伤，显然就是魔力运用过多的导致的。两边手下暗骂一声该死，这个该死的小丫头，一会儿直接活剐了他。说话的同时，两个人身影朝着小夏的身体而去。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响起，你们两个竟然搞偷袭！砰的一声，1号分身直接一脚踹飞了长毛男，另一个分身也一拳也打飞了那个死光头。这一幕把小夏都给看呆了，怎么突然有两个人保护他？而此时的我见到分身的到来，我也缓缓起身，有他们在我就不怕输。我对着黑老大说道，你别傻站着了，我已经缓过来了，赶快接着战斗吧。在黑老大冲过来的瞬间，我就握紧了拳头，恍惚间我的身影出现了残影，紧接着我利用1号分身学习的格斗术，完美的复刻了馆长的那一招，沿着墙壁腾空而起。只是听咚的一声，我的一脚狠狠地踢中了黑老大。解决了黑老大之后，我瘫软在地，大口的喘着粗气，而黑老大也被我刚才那一击打得不省人事，直接昏死了过去。系统面板出现，我的耐力、爆发力、体力和持久力都有所提升。请介绍的是我的分身术级别上升的提示，现在我已经可以召唤出3个分身了。我哈哈一笑，看样子黑老大这帮人找我麻烦，我反而倒是因祸得福了。下一秒我眼睛一闭，直接昏死过去。小夏和2个分身连忙跑了过来看，生怕我出现什么意外，但其实只是我体力消耗太大，然后导致昏厥过去而已。休息了一会儿缓过来了，我对着小夏说道，当时让你跑你为什么不跑？那个时候可是很危险的。小夏没当回事，不过知道我的2个分身就是风云榜上的人物时也是吓了一大跳。我干咳一声让他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因为我不想太张扬。小夏做了一个拉嘴巴的动作，表示他的嘴巴可是很严的。随后小夏给我卖了个萌就回去了，他今天的作业还没有写好，准备现在回去补作业。告别了小夏之后，我发现2个分身还在我的身后傻傻的站着。我问他们怎么不去训练呀？不然的话我怎么变强？他们异口同声的说道，现在时间太晚了，射击场和道场都关闭了。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也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随手在地上捡起2根树枝，他们2个人的手中一人1根树枝，我让他们就在公园里面训练，直到天亮了为止。而我自己准备回去好好的睡大觉，哈哈哈！有分身真的是太爽了。时间飞速，很快就过去了1个月。这天我的经纪人给我打来了电话，询问我的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我让他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我现在已经能用手枪射击了，而且我的分身数级别上升，现在已经拥有3个分身。闻听此言，经纪人哈哈一笑，看来你的成长速度变得更快了。我打开系统面板看了一下我的能力值，由之前的E以下已经晋升到了E以上，现在能力反应比重是53%。我记得1级的平均能力值好像是1.4，如果我的经纪人看到之后肯定会吓一大跳的。随后我拜托经纪人帮我找一个第3个狩猎场，因为我需要安排我的第3尊分身。经纪人一口就答应了下来，这件事情就包在了他的身上。然后我们就约好了明天下午在试炼场见面。打完电话之后，我看着3个分身，一个练上半身，一个练下半身，最后一个练有氧运动，这样才能达到平均值。下了命令之后，我的3个分身就一窝蜂的冲去公园训练去了。突然我大叫一声，让他们把枪给留下来，不然的话到公园里面可能会引起恐慌。而我则是在家查阅着大量的资料以及一些超高难度的动作视频。我的打算是，如果能让这些攻略视频全部让分身学会的话，那不就等于我学会了吗？到这里我就仔细的研究视频，并且保存下载下来，等他们回来之后给他们挨个看。一晃眼时间就过去了1上午，我的3个分身已经回来了。虽然他们的表情有些累，但是感觉精力还是很充沛啊。于是我让他们洗澡准备吃饭吧。等他们洗完澡之后，就让他们去看那些视频，然后让他们独自去完成各自的攻略。我先使用家族技能确认情况，并且体验猎杀，然后慢慢熟悉战斗的感觉。等休息的时候再学习增长魔力的方法。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我的经纪人还有10分钟就到了。我立即带着分身找到了我的经纪人，经纪人一脸的无语，现在你出门都好像有一种大佬的感觉，而你身后的分身就好似你的保镖。我让他别胡扯，我距离大佬的位置还是很遥远的。问他狩猎场都安排好了没有？随后我就让他们跟着经纪人前往试炼场。至于我的话，就是在家吃东西睡觉，等着他们的能力值长到我的身上就行了。等经纪人走后，我也准备回去了，我还有些资料需要看看。回到家之后，我一边休息一边提升自己的魔力，让自己不要太关注周边的杂音，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我闭目养神的同时，也在回忆起使用技能时的感觉。每次我在使用家族技能和召唤风声时，我都有一种力量被抽空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我的魔力不足导致的。然后我顺着这个思考的方向继续的提升自己的魔力。突然之间，我的胸口
处有一团热火在燃烧，而且我好像能够内视自己的身体。我突然猛地一睁眼，因为我的系统提示我获得了一个冥想的技能，安定精神，审视自身，慢慢的缓解身心的疲劳，就是这个技能的作用。与此同时，有一个试炼场地内躺着一个男人，这个人满脸鲜血，而且看他的表情似乎被吓得不轻。在他的身后有一个怪物出现，这只怪物并不属于 F 级的试炼场地，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可就在男人想要呼救警卫室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被雨给控制住了，完全就动不得半分。一声惨叫响彻了森林，意味着男人饮恨西北了。此时我的经纪人带着我的分身来到了废水处理厂的试炼地，他提醒我的分身，这里面有一只怪鱼，它们的咬合力非常的惊人，让我的分身小心一点。分身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经纪人忙完所有的分身的事情之后，给我发了一个简讯，所有分身全部抵达狩猎场。他越来越觉得我了不起，一个猎人同时在3个地方狩猎，这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能力。可就是这个本尊太懒了，不然的话他肯定会更强的。如果这次他能够狩猎顺利的话，可能就要在这个猎人世界中引起大骚动了。与此同时，我这个本尊还在家里面修炼魔力，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很不开心。我摸了摸脑袋，看来想要得到吸收魔力的技能果然不容易，还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才行。看了一下简讯，发现风声们全部抵达狩猎场，我这会儿也什么没事，正好可以过去看一看。于是我再一次的发动了魔力，先看看1号分身在干什么。下一刻家族技能发动，刚一附身我就看到一只巨大的耗子，这把我吓得差点就尿裤子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耗子。我有些佩服的看了一下1号分身，没想到这么大的老鼠都被他给轻松解决了，不愧是我的分身啊，就是强大。看来我之前给他们看的攻略视频还是很有帮助的。就在此时，又有一大群的老鼠冲了过来，而我现在附着在1号分身的上面，这样可以看到他的狩猎全过程了。1号分身回想起之前看过的攻略视频，那人对大家讲到这只老鼠非常的危险，也是 F 级当中最麻烦的一种怪物，所以他建议大家猎杀巨鼠的时候一定要结伴而行。1号分身就是完全照着这个攻略视频去猎杀怪物，迅速的从怀中掏出手枪，每只老鼠都被他挨了3枪子弹，他是绝对不可能让老鼠进攻到自己的面前。很快1号分身就解决了所有的小老鼠，来到了大老鼠的面前。1号分身出手非常的狠辣，全部都是进攻大老鼠的最致命的弱点攻击而去。可是，一只老鼠倒下之后并没有什么，因为在它的前方还有数不清的老鼠在等待着它。老鼠的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这里有数不清的老鼠。但是按照攻略视频的说法，只要按照攻略来猎杀，那么就是白捡一些经验值。砰砰几声，1号分身的枪法非常的惊人，而且他的每一枪都精准的打在了老鼠的脊椎骨上，让老鼠虽然没死透，但是可以让他们处于慢死状态。就这样，我通过家族技能掌握了猎杀怪物的方法，然后我的耐力值也不断的在提升，以及我的魔力和体力，就连先前把别的人揍得哭爹喊娘的怪鱼都被我的分身一刀击杀。我的分身把试炼场里的怪兽杀个精光，导致其他人进来之后都是空荡荡的。突然他们看到前方有大量的尸体，如果都拿去卖的话，肯定是值不少钱的。虽然这次的猎杀非常的顺利，但是我的心中总是有一种空虚的感觉。突然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空虚的感觉了，因为我的分身他们猎杀的怪兽尸体并没有带走，这让我懊恼不已。那些尸体是可以给我带来大量的财富的。想到这里，我直接命令3个分身立即回去把那些尸体都给我带回来，再把那些尸体装进保险箱之前停止狩猎。我欲哭无泪，这要是被别人拿走了，我可就亏大了。就在此时，我注意到一个动静，在3号分身处理怪物尸体的时候，他的身后有一个东西一闪而过，我立即严肃了起来，命令3号去看看前方有什么东西。3号听了我的命令之后，前往了山谷之中。突然他眼眸一闪，迅速的拔枪射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普通的石头鱼。可是我没想到的是，这只是一个陷阱，而真正的怪物在我的身后，那只咬合力惊人的石头鱼。3号分身只是一个眨眼之间就回过神来，立即从胸口处拔出自己的武器，啪嗒一声，只见3号的手臂突然应声而断，这让3号分身无比的吃惊。我的心思流转，只感觉刚才那一瞬间好快好烫好痛，还有蒙蒙的感觉。一瞬间我呲着牙感受着右臂传来的剧痛，在这一刻我终于忍不住的咆哮起来，这断臂之痛如此之疼。又过了片刻之后，我回到了本尊的身体里面，但是刚才那个场景还是让我有些胆战心惊。我看了一下左手，发现完好无损，就宛如像一个真实的幻觉一样。然后接下来的一下午我都躲在家里瑟瑟发抖，那个瞬间实在是太恐怖了。刚才那一瞬间我实在是疼得受不了，我下意识的就中断了连接，也不知道3号现在怎么样了。不过现在并不是发呆的时候，必须要尽快的联系经纪人说明这里的情况。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着急的询问着3号在哪个狩猎场。经纪人感觉我的声音有点古怪，他已经从我的声音中判断出3号分身肯定在地市的废水处理厂里面出了事情。我来不及细说了，这个事情实在是太严重了，一个顶级的怪物竟然出现在了一个 F 级的试炼场地。我让经纪人尽快把1号和2号带到3号的狩猎场地，我现在马上过去接他们。挂断电话之前，我叮嘱经纪人这次的事态非常的严重，一定要谨慎的对待。此刻的3号分身还在和石头鱼对峙着，但是他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扑通一声，石头鱼以极快的刀法再次的斩中了3号的身体，3号的身体不堪重负的跪倒在地，他的身影化作星光缓缓消散。此时我也匆匆忙忙的赶到了3号的试炼场地。到了这里之后，我发现我和3号的链接断开了，这也意味着3号死亡了。而我现在想要召唤3号分身的话，还需要等待6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考核试验地的时候，我给他们看了一下手环就可以进去了。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经纪人已经在这里等我了，身后站着我的2个分身。经纪人询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忙慌的把他们
们全部叫了过来。我思索了片刻，开口说道：“我利用技能附身看到一种半人半鱼的怪物，而且实力非常的强大。3号在他的手里撑不过2招。”闻听此言，怪物，我的经纪人额头直冒冷汗，他似乎认识我所说的那个。随后他的表情力变得严肃起来，他现在必须要立刻前往警卫室，让他们封锁这里。而且刚才我说的那个怪物叫鱼人，所谓鱼人，他是D级的等级，实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 F 级，就算实力非凡的 F 级猎人在他的面前也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正当经纪人准备去联系警卫室的时候，我拦住了他，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要去。然后我一直身后的2个风声，我想把他们安排进入传送门之后再去联系警卫室的人封锁现场，我可不想让我的3号白白的死在了鱼人的手里。我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眼神，我希望他能够相信我，正如我相信我的分身一样。经纪人虽然不理解我的做法，但还是应了下来，只要不是他本尊出现什么事情，那么都不是问题。下一刻我使用了家族技能，我身上的魔力四散而出，开始连接1号和2号的神经。与此同时，1号和2号已经来到了地下城里面，2个风声十分的谨慎，每走一步都是步步为营。我给他们指示，先去3号被消灭的地方找找线索。2个分身按照我的意念缓缓地向前行动。就在这时，1号分身突然握紧了一下拳头，示意2号分身停住，因为1号分身已经发现了前方的鱼人正抱着一个河里的鱼在啃食着。看着前方的鱼人，我没想到会这么的幸运，看来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虽然我的能力只是1级的水平，但是我的分身能力反应比重只有 53%， 就算发挥再好也只是 F 级。但我看着这只鱼人的状态也不是很好，说不定我的2个分身联手起来能够杀死他。我眼神无比的坚定，我相信我的2个分身一定能够做到。2个分身缓缓地抬起手中的枪，瞄准了他的头部。在这一瞬间，砰砰的2声枪响，毫不犹豫地打了出去。我想着就算鱼人反应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反应过来，可千算万算没有想到的是，分身的2颗子弹击中鱼人之后竟然弹飞了出去。这下把我们3个人都给整懵了，好像没听经纪人说鱼人的身体也十分的强悍了。我爱惜一声，这家伙简直比怪物还要更怪物。鱼人嘶吼一声，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存在，迅速的朝着我们的方向接近。嗖的一声，鱼人一跃而起，跳到了半空之中，手中的利爪已经形成攻击之势，他的身体以极快的速度迅速下坠。好在我的2个分身全部都躲避开了。咻的一声，1号分身迅速的从腰间抽出一把刀，随后他以一个极为刁钻的角度，以鱼人肩膀为中心360度绕了一圈，砍中了鱼人的脑袋。但是刚才那一击别说伤口了，就连一个浅浅的划痕都看不到，这把我吓了一大跳，感觉自己之前的决定有点自负过头了。鱼人嘿嘿一笑，他的脖子缓缓地转了过来，砰的一声，身后的树干发出嘎吱一声闷响。1号分身迅速地躲避他的攻击，紧接着2号分身不断地在他的身上打出连射子弹。好在这个家伙体型庞大，夹在大树之间挥刀起来非常的不便，我们有极大的灵活空间可以闪避。可下一秒更让我惊呆的事情发生了，鱼人仅凭蛮力就直接将树干削成2半，以惊人的实力破开了这片空间的地势。我竖起一根大拇指收回刚才说的话，我实在是太小看这个鱼人了。鱼人的身体十分的庞大，后面看他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弱点可言，但是我的分身丝毫不惧，提着2把利刃就冲了上去，咔咔2道攻击，2个分身每人击中了鱼人的手臂，但是对他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简直就像是小孩子和大人打架一般，完全没有胜利可言。鱼人呵呵一笑，在这瞬息之间，他的拳头上卯足了劲，砰的一声，他的拳头如风一般的快速，眨眼之间就将我的1号风声重重的击飞了出去。这把2号分身都给看傻了，这家伙刀枪不入，该怎么猎杀他呀？突然他想到了一开始的射击，虽然有一枪直接弹飞了出去，但是有一枪还是打中了他。想到这里，号2分身瞬间拿起手中的枪，瞄准了鱼人的伤口处，只听砰的一声，子弹结结实实的打中了鱼人的伤口。这一击伤害让鱼人疼得龇牙咧嘴，我哈哈一笑，看来我的想法成功了，现在鱼人的伤口就是他的弱点。此时1号分身也踉踉跄跄的站了起来，我现在已经想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作战。另一边鱼人吃痛之下，脑中愤怒至极的朝我们攻了过来，但是2个分身已经不再恋战，而是四处的走位，不断的朝着鱼人的伤口处开枪。鱼人被这几十发子弹打得有些受不了了，双臂一挡护住了自己的头颅。下一秒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不知何时鱼人从身体里面抽出了一把短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把短刀竟然附着着火焰属性，鱼儿的眼睛似乎都没有瞅1号分身一眼，径直的向他劈斩而去。鱼人的攻击只是眨眼的时间，1号分身根本就来不及防御，只能用双臂格挡住剑的攻击。砰的一声，鱼人用力的一甩，直接将他甩飞出去。分身在空中不断的吐血，他只是感觉鱼人在那一瞬间实力好像提升了一个档次，而鱼人实力提升的原因肯定就是因为那把刀，但是现在也算是一件好事，这应该是鱼人的杀手锏，拿出这把刀那就证明他现在也已经受了重伤，所以我现在只能速战速决。嗖的一声，2号分身迅速接近鱼人的身体，挥出一刀，但是被他给躲了过去。紧接着鱼人横劈一斩向我的腰部袭来，不过这招也是被我看看躲避了过去。可让我没想到，鱼人的身体奇快无比，仅仅一个眨眼的功夫就来到我的面前，给了我一拳。这普通的攻击竟然让我的神经有些涣散。下一刻，我死死地抓住了鱼人的手臂，我怒吼一声：如果你让我流血的话，那么我会让你流的血比我更多。嘘嘘刷刷几
几刀。我手中的匕首不断的在鱼人的胸口处，鱼人瞅准时机朝我挥向一掌，但是此刻的我犹如战神附体，仅仅用肘击就挡住了鱼人的攻击。我的声音不断的在森林中咆哮着，发泄着自己的愤怒。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一个不注意，竟然被鱼人踢中了胸口。我干咳一声，我捂着肚子，差点气都喘不上来。鱼人看我行动有些迟缓，于是提刀冲了上来。现在正是他杀我的好时机。可他万万没想到，2号分身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前，用手臂挡住了致命一击。随后我们两人迅速的迎接鱼人的攻击，准备再来一次冲锋。唰的一声，我们一人劈中了鱼人的左右两边，这次是结结实实的劈了一个大口子。鱼人的身体不断的冒血，看来我们刚才那道攻击让他受了不小的伤害。扑通一声，鱼人直接躺在了地上。我长舒一口气，看样子这次的战斗是结束了。虽然我只是附着在1号的分身上面，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他是多么的疲惫。看了一眼弹夹，所有的子弹都已经在刚才的攻击中打完了，所以今天的狩猎就到此为止。然后我又看了一眼鱼人的方向，准备回头让经纪人派尸体回收队过来清理一下。可是鱼人的身体我没有看到，倒是看到鱼人的几个脚掌印子，这把我吓得直冒冷汗。难不成他受到了刚才的攻击之后还没有死？我赶忙招呼2号立即冲上去，跟着血迹给我追。可是我看着血界的方向，分明就是传送门的位置。与此同时，外面的传送阵门口已经禁止人员出入，一些不知死活的人还想进去狩猎，但是被士兵给呵斥住了。此时站在传送门入口处的经纪人有些不定心，他希望我能够再快一点出来。就在这时，他的眼睛看向了一旁，那边的嘈杂声吸引住了他的注意力。原来有士兵看到了传送门入口内有怪物冲了过来，他立即让同伴去找队员和队长过来处理，而他们已经架好枪支瞄准的怪物的方向。砰砰几声，无数的子弹打在了怪物的身上，绝对不能够让他传送门里面出来。但是那些子弹打在怪物的身上，完全没有对他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可以说是给他挠痒痒。噌的一声，怪物无视了攻击，直接一刀劈向了传送门。与此同时，2号的声音突然从草丛中追了上来，手中的利刃已经准备出鞘。唰的一声，2号的速度已经追不上怪物了，只能将手中的匕首扔了过去。那道匕首打中怪物的脑袋，弹飞了出去。正是因为这道攻击，才阻拦了怪物的一丝速度。唰的一声，我的本尊突然接住了匕首，来到了怪物的面门。这一刻，我的表情十分的凝重。如果这一击杀不死怪物，那么死的就是我。扑哧一声，我将匕首稳稳地戳进了怪物的眼中。这是我所知道的怪物最致命的弱点之一，我觉得力度还不够，于是身子一压，再次将匕首送入了里面7寸。我要为老三报一下仇。这一幕直接把在场的人震惊的大口无言。哐当一声，怪物的身体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身后的2号分身十分的感动，佩服我刚才的帅气一击，给我说的一个大大的大拇指。与此同时，这个试炼场的组长爷爷已经来到了现场，但是他还没有弄清楚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刚才凶神恶煞的怪物现在已经躺在地上了无声息，有些惊讶，为什么鱼人会出现在传送门的入口处？他随便找了个人问了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他讲清楚。那人缓缓地说道，狩猎场里面确实出现了一个地级的怪物，在他们采取封锁措施之前，有一名猎人进到传送门内把怪物给猎杀了。组长一脸的不相信，这里是 F 级的狩猎场，地级猎人怎么可能会来到这里？随后他才从士兵的口中得知，那名击杀怪物的猎人并不是地级，而是一个 F 级的猎人。士兵抬手一指，身后那个穿着黄衣服的就是那名猎人。听说那个 F 级猎人的技能是召唤分身，他和分身一起猎杀了怪物。这下组长的表情有些凝重了，一个 F 级的猎人竟然用分身技能就猎杀了地级怪物，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随后他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怪物的伤口处，伤口部分有集中攻击的痕迹，看来他是因为没有魔弹才选择了这样的策略。而此时的我正和经纪人诉说着刚才有多么的危险，还有多么的害怕，以后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分身去处理吧，我就待在家里面就行了。组长远远地看了我一眼，这个家伙一定要好好的调查一下，说不定以后是一个能成为1级猎人的存在。随后他吩咐士兵去组织一批地级的猎人进入传送门内去检查一下这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地级怪物，一定要调查清楚，然后向我汇报。他汇报。组长叹了一口气，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去汇报这件事情。如果告诉他们一个 F 级猎人就杀了一个地级的怪物，那肯定是引起轩然大波的。而此时我的系统面板上出现了获得奔跑的技能，除此之外还有再生能力以及打击能力。我擦了擦脸上的血迹，这次的猎杀竟然让我提升了这么多，看来也是有点好处的。而且1号和2号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活下来，可能就是因为再生能力的缘故。人看了风声一眼，感觉他们的状态还算良好，只不过受的伤比较严重。不过他最为佩服的还是我的勇气和大脑，因为一个普通的 F 级令人光是听到地级怪物的名字就可能瑟瑟发抖走不动路，可没想到我竟然能够将他击杀。所以他大胆的预测，我只需要再有一段的时间历练就可以去猎杀1级的怪物。就在这时，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鱼人怪物的短剑。鱼人之所以那么难缠，就是因为短剑的缘故。想到这里，我就挤开人群，准备去拿回那把短剑。我记得那把短剑还可以吸收血液。就在我的手快要触碰短剑的那一瞬间，我的经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拦住了我。为了以防万，他想让我的风声去拿这把短剑，不然的话上面可能有一些诅咒，那就糟糕了。听到这话，我心中一惊，如果被诅咒的道具，那我是不是就用不了了？可下一刻我就意识到我的想法错了，那种属于极为稀有的道具，价值可达上亿。如果真的有诅咒的道具，那可真是太棒了。不过转念一想，经纪人说的也对，还是不要让我自己冒这么大的风险，剩下的就交给回收队清理后等着拿报酬就行了。随后我从口袋里面翻找了一下之前从鱼人脑袋里面捡到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红色的石头。可当我的经纪人看到石头之后，表情瞬间一僵，然后他又仔细的端详了一下我手中的红
红色晶石。经纪人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个不就是一个低级的宝石吗？放在地下城里面简直就是1分钱都不值。但是看着我的那个样子，他又不忍心打破我的幻想，说不定这个小子会承受不住打击而晕倒啊。但是他还是实打实的跟我说了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值钱，准确的来说可以说是一文不值，而且这个东西还有很多的副作用，送给别人都没有人要。听到这话的瞬间我就傻住了，手中的石头也不知何时被我差点砸碎了。随后我哭着和经纪人抱怨，为什么愚人的脑袋里面会有这么垃圾的石头，我还以为是一个很值钱的东西呢。不过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我想先回去休息一下，后面的工作就拜托给了经纪人。回到家之后，2座分身就已经累软在了床上，而我准备把3号给召唤出来。下一秒，随着我的魔力释放，在我的眼前亮起一道金光，一个与我一模一样的分身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还是和先前一样衣不蔽体。到3号之后，我非常的亲切，真是好久不见了呀！既然你回来了，那么伤势也就治愈了，你快点带上装备去训练吧。而我也将今天的战斗服给换了下来，之所以迫不及待的把3号召唤出来，就是想让他赶紧去训练，不然的话我还怎么变强？换好衣服后，我就坐在了地上，在我的面前有一个黑色的盒子，这一次的收获一共是2件道具，一个是没用的石头和一把红色的短剑。我在手机查了一下这个低级宝石的作用，可以永久性的提升耐力 0.0005， 但唯独人类无法使用这颗宝石，所以在人们眼里就是个垃圾。虽然人类无法使用，但是我的分身好像可以使用这颗宝石，虽然可以一次性提升耐力，这一点很诱人，但是如果魔化了之后还是让我挺担心的，就好比分身出现受伤或者饿肚子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到我，如果魔化不算是风声的缺点的话。想到这里，我咕咚一声吞咽了一下口水，下一刻我开始脑补我变成魔物的场景，大脑里面的想象让我停止了接下来的操作，还是先不要用这个魔石了。随后我打开了那把红色的短剑，之前经纪人跟我说过这可能是一把被诅咒的道具，所以让我谨慎使用，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碰过这把剑，一直都是由分身拿着的。想到这里，我命令2号过来将这把短剑拿起来。2号的手掌非常的缓慢，慢慢的摸向了短剑，嗖的一声，他快速的举起手中的剑，并且口中啊呀呀的喊叫着。我气得差点对2号破口大骂，你搞那么大的动静干什么？你现在身体有没有感觉到不同的益处？2号表示没有什么感觉，只不过他能听到一些声音。想到这里，我直接使用了家族技能连接了2号的感官，当连接之后，我的耳朵快要炸了，只听见短剑不断的在说快点给他吸血，我瞬间就停止了家族技能，再这样下去我的耳朵都快要聋了。现在风车拿着短剑似乎只有吵的感觉，并没有其他的异响，也不知道我拿起这把剑会是什么样子。我让他把剑放在盒子里面，以后这把剑就留着我们自己用吧。就在这时，系统界面出现，你的再生能力再次得到了提升，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把分身召回空间里面，为的就是让他们在外界休息，这样我的再生能力才会有所提升。随即我一狠心，我在看他们，虽然他们现在受了重伤，但是我明天还是要继续派他们去狩猎场。不过看他们伤得这么严重，我也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就让他们学习一下冥想和吸收魔力的方法。随后我也进入了冥想的状态。明天我之所以不在家，是因为我要开学了。时间过去得很快，没想到暑假2个月竟然一闪而过，而且我也从暑假之前到现在瘦了整整80斤，而且我的能力值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所有的能力值都有飞速的提升。突然我发现一件事情，感觉到非常的不对劲，好像从我进入校门口的那一刻起，至始至终都没有人跟我打招呼，难不成他们是不认识我了吗？我怀着忐忑的心打开了教室的大门，看着眼前长着像袋鼠样子的男人，我陷入了沉思。没想到他也选了这门课程。男人哈哈一笑，他之前和我讲过，但是这件事情我完全忘记了。我和鲨鱼谈话的内容被旁边的女生听到，她们有些惊讶我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很快注意到我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全部都是女生，她们从我进门的那一刻甚至都没有认出我来。鲨鱼哈哈一下，你现在的人气还是挺高的呀，说不定你在学校里面有优先择偶权。我有些不好意思的指了一下自己，难不成我的变化真的很大吗？回想起之前的样子，似乎变化是挺大的。与此同时的世界猎人协会处，无数的专家以及顶尖的猎人在这里讨论着大会。这次的奥拉克数据库发生了灾难预警，这让上级非常的重视，而这次的原因就是即将出现移动传送门，并且出现大规模的怪物入侵，场地正是 A 国所在的半岛。这次的事件非同凡响，所有国内顶尖的猎人全部必须到场研究对策，就连全国最厉害的猎人协会的会长都亲自到访这里。猎人协会会长吴炳勋郑重地宣布，这次的传送门事件严重程度可能会危及到 H 国的生死存亡。